Hello，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啊。今天晚上的直播又是比较即兴的啊，也不是即兴的激发的啊，怎么是不是很突发的突发的？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关注的 AI 的股票 ，NVIDIA 啦、SMCI 啦，还有好几个Rich 关注过的或者也是有分享过的股票啦。昨天晚上星期五晚上是跌了好多啊，NVIDIA 跌了10%啊，SMCI 呢2323%啊，你手上有没有啊？没有。两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哎，大家有没有兴趣看一看 Rich 的仓位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留言区讲一下啊。不过我们好东西开始之前呢，也是先给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啊，所以大家进来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特别是如果你是看直播的或者看重播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的我们是广结天下好友通过讨论股票时事经济来结交一些天下的好朋友那 Rich 今天我们的 AI 是关注了好久，也有好多的人以前来跟我们说通过我们的分享在 AI 里面或者是股票里面也赚到了，有人说找到了100倍股涨了100倍还是找到了好多翻倍了也有所以呢最近上几次我们都有警告过，有可能一个调整来了所以如果你是上几次有听过我们讲的那调整来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是不是所以呢，现在手上有资金的朋友如果是高位卖掉的朋友，心里肯定痒痒的，什么时候可以买回来呢？有没有人有对这个有兴趣的什么时候可以买了？还是现在还是应该走吗？快点走吗？我不知道你的意见什么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好，我看到有香港的好几个朋友今天晚上其中有个 topic， 我的团队叫我讲的，就是说，能不能讲香港呢？因为好多讲香港人都是不住在香港人在讲香港，怎么七跑跑住在香港不讲香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因为我平时不讲香港，就是我们的观众比较全世界的。那全世界的观众有时候讲香港，人家说不感兴趣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到底香港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我讲的话要比不住在香港的那些人讲的话，我个人自我感觉更有能力讲点香港的东西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好，事不宜迟我们看一下进来的观众大家可以来个投票今天晚上每一次时间都是有限的情况下到底大家对哪一个有多一点兴趣，那我们把有限的时间在那里这个挖深一点，讲多一点，好吧？Rich 给大家讲讲今天晚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准备了很多不同的内容，也是因时制宜第一个呢，就是之前我们都是讲七啪啪的资产配置，那这一次呢，就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现在的资产配置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写 A。那如果大家对 B 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好几个股票包括NVIDIA 台积电这些晶片的股票我们看到在最近跌了很多尤其是昨天。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B。那 C 呢，就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美股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写 C。那 D 的话呢，刚才七爸爸也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他也想讲这个话题。有一个人说必买港股OK high five OK， 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就写 D 吧那 E 的话呢，就是我们看观众们你们的反应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做一个 Q&A 的环节，也是一样吧，1000人做一个好不好？超过1000人才做。那 F 的话呢，就是一个改善投资的具体的步序。听完了今天有限的直播1个小时直播之后具体的怎么可以改善大家的投资的回报好，大家已经投了好多的票我们的团队做一个统计OK
那 Rich 我也知道by the way 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可以赶快订阅一下特别是订阅的时候你要看有很多粉丝的那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真的网站好多的人这个骗子冒我的名字，冒我的这个照片。那肯定是心怀不轨了，是不是有不良的意图了所以大家订阅了正确的频道之后，以后再看到其他没有订阅的七八把的，那就是假的了怎么讲都这个都是进不了的，这个好多这种的，所以大家可以在 IG。可以在Facebook 还有在 YouTube我们在哔哩哔哩也有，小红书也有但是我们在 TikTok 是没有的 OK， 所以TikTok 有人真的是冒认我们看到有这个 TikTok 的话，那个是假的 OK。 好，那哇，那我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如果大家有听过上一期的直播或者是昨天的 GMT 那你应该知道我这个星期是一个去旅游的 mode 我去了6天我是去了日本的名古屋那我在这个星期呢，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心思或者是时间去看股票所以呢，其实我在上周已经是几乎把我所有的几乎把我的股票要不就是设置了一个停损的单，要不就是已经是 take profit 离场然后呢是本来你就不太看好，是不是本来你在 GMT 里面就说放一点点小的资金放里面，也设好了这个这个 cut loss 或者是 take profit 的一个价位那如果你是 GMT 的学生的话呢，你应该也是能够听到我上个星期也是有自己分享过的一些例子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然后呢，我也是好几次也是跟GMT 的同学说过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也是比较谨慎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是会比较谨慎，之余呢也是持有了更多的现金保存实力那就这个星期呢，我就没有持有太多的股票就让我自己能够放轻松，也不用在旅游的时候盯盘或者是很专注在看股票的状态，而忽略了那边的景色。那我们先讲讲日本的汇率yen 的汇率上一次你去日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年的11月。11月，当时的日元是创了新低150我们换的时候是150。这一次你又去日本是又创了新低154为什么你每次去日本的yen就是创了新低你是不是做空yen了？没有当然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做空了所以下一次 Rich 再去日本的话，大家可以做空yen了讲那个当然是笑话绝对不是什么投资建议那 Rich 你2次去日本你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了呢？有个不一样的就是我上一次去那个冲绳是跟我爸妈一起去的那这一次呢是跟我的未来老婆一起去的跟我去的人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景色或者是那个风景也是不一样そうですね开玩笑这里说回正题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共同的点就是真的日本那边的服务业或者是那边的人是非常的有礼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来自日本的学生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那可能我上个星期也跟你擦身而过，对不对那其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这一次去的地方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去一些市中心的地方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自驾游，那可能会去了一些郊区或者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不同的景点，而这一次呢，我是作为一个普通话叫步兵的状态就真的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坐那个公交车或者是去体验当地的一些很日常的一些代步工具，比如说我在那边租了单车晚上在那边
一个人那边市区逛啊，确实是看到很多就非常非常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就在街上也是看到了很多就跟香港很不一样的景色。然后呢，上一次我跟你自驾的时候呢，这个体验是比较少的啊。包括我们在车站里面去找那个路线啊，也是非常的一头雾水。OK，然后跟那些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日文啊？没有，哎呦，我们都是拿着那个翻译器。OK，好，就很难学到一些。不如讲讲啊，刚才有人想知道一下你的那个现在的一个资产配置。 OK 那首先我要讲这个资产配置之前呢，先给大家科普一下。第一呢，我是一个相对七发法而言，我是一个比较中短线一点的投资者。那我持有股票的那个时间的维度其实跟七发法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看的一些信号或者是看的因素或者是持有一个股票的原因可能也是跟七发法不一样的。你觉得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呢？从你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个跟我有所不一样啊？我是比较长线的我包括我香港的股票多一点，你是完全没有香港的这个中概股港股OK， 是这样的我自己呢也是有尝试过长线的投资然后呢也是有发现有几点。第一点呢，我自己的个人性格可能就年轻人，然后也是比较没有那个耐心去长期持有一个股票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等几年那所以我是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我一点的这个时间维度的方式，就是中期的投资然后呢我自己呢我现在也是学了很多关于10倍股，然后关于选股5部曲的方法但是我跟你去对比的话呢我发现就是我看一家公司的角度跟你看作为一个生意人老板的眼光去看呢其实跟就他有做生意的这个经历这个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发现一些我如果做长期投资的话呢我可能并没有像七爸爸那样那么大的优势所以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对，这是我听到的那其实呢这个很多人我看到很喜欢短炒啦、高频率的出入啦，我觉得没有对和错。如果你每一次买卖的胜算就是对的机会要比错的多的话，或者是赚的要比亏的多的话那你是可以这个做短炒的但如果你这个每一次买卖其实犯的错误比较多我们也经常讲到了有些投资的陷阱思考的陷阱等等等等那一动不如一静了，对吧？那其中有一个Rich 经常会讲到的，在 GNT 里面也会讲到的，我们在这里科普一下就叫 Risk and Reward 的 RR 的 ratio 或者你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第一个这两个 R 是怎么样计算的，或者是什么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在你过往的买卖的历史当中，你的 reward 跟你的 risk 的比例大约是多少给大家知道一下。OK 那第一点呢，就是我先解释一下 risk and reward， 就是风险和这个回报嘛那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做投机的一个角度去买卖股票的话，比如说我在500块买 Nvidia 举个例子，那我首先要看的呢，就是如果我是要很不幸止损离场那我到底要设置多少的止损才是合理呢？那我假设如果我设置的是一个5%的止损那如果它到了475块，我就跌到了475块我就离场了那当然这个止损呢也是不是盲目的设置不是每一个股票都是5%这样而它是有技巧的。然后呢而这个 reward 呢，就是如果我
赚的话呢，能够赚超过这个风险的3倍啊。那刚才我说的5%，那如果我买 NVIDIA 赚了15%的话呢，啊，那刚才那个交易啊或者是投机，我就能获取一个你就会1:3 take 的， profit。对我就会 take OK， profit，或者那是so far 你有没有统计过你的 risk 和你的 reward 的比例是多少？我统计过之后呢，是接近2.5啊，1 比2.5 2.5啊。啊，1比2.5啊。如果你能做到1比2.5，你也可以短炒了，炒多一点了啊。所以基本上不是不是啊，不让人家短炒，对吧？不鼓励人家短炒的。你能做到 risk 这样1比2.5的话 ，go ahead 那当然另外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年纪大了，对不对啊？钱也够了啊，那可以是这个游山玩水更重要了啊。但如果像 Rich 一样刚开始的，对吧？而且是你越是多的买卖的话，你的经验累积会越快越多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他来频密一点做的话，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啊。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财富的这个 size 这个规模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多点去日本这个 massage 了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啊。其中一个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 reward 和 rich 的一个比例，大家来做一个统计，好吧 ？OK， 所以1比2.5然后呢，我再说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因为我去旅游，所以呢，我也是事先把我一些之前赚了很多的股票那我这里可以讲就包括拼多多包括我之前做研究的 Monday CrowdStrike 全部卖这掉些全部卖掉了，是take profit 离场 take profit 那离场了。所以呢，我在现在呢，其实是持有了比较多的现金那这样其实是让我可以有这个实力在下一次涨的时候，就这个大势涨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实力去参与。那我觉得在这里除了看刚才那个 reward 和 risk 这个比例如果你是能做到1.1的话就是你能赚多10% 的话，我觉得已经是不错了做到2.5:1的话是不得了的好了那你自己来估计一下，普通人可能只有1比1赚的一点，输的一点，但是呢，你加上这个成本之后就交易的成本之后就做不到1:1了另外一个也有一个大家注意的就是，就算如果你像 Rich 那样哇赚了这么多风险管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万一什么黑天鹅出现啦，等等等等啦，你一下子把钱全输掉了，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了当然Rich 在这一方面，我经过了10年左右的一个磨练，他的一开始也是跟我们这个教导投资心理学的所以他对风险管理投资的陷阱决策判断这方面有好多年的一个磨练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他这个短炒有点短炒的也可以的一个所以大家也是要量力而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现在 all in 黄金我不建议 all in 任何东西了就算你怎么看好都不要 all in， 这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东西了好吧 OK， 所以呢，如果你是 all in 的话，我建议你快点来学before it's too late Gold and silver all in gold 也好 silver 也好，就算其实爸爸也是讲了gold 非常好 silver 非常好，但是 all in 的话是没有做好风险管理我的建议也是快点来学风险管理，要比这个赚了多少钱要更重要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分享，好吧 ？OK， 大家可以把这一句认同的话可以打在荧幕上或者打在留言区，我们打在荧幕上风险管理其实要比赚多点要更重要，好吧 ？OK，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了今天为什么跌那这个我相信我刚才看到那个留言区评论就是大部分人都对 B 有兴趣。那为什么这个晶片股会暴跌呢？那我们讲这个话题之前，不如我们跟观众互动一下，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晶片股会暴跌呢？那你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你也可以写在这个评论区里面那我们
scary 真 scary。OK 啊，有人说可能是有些人恐慌抛售啊，那这个不知道啊，也有可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同学啊，其他观众有没有其他的啊？有人说战争啊，有人说 overvalue 啊，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那其实在这个星期大跌之前呢，其实我在1个月前大概是在3月9号在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刚刚星期五做完 GMT 然后呢，应该是半夜的12点多就当时候看到NVIDIA 盘前高开，结果呢是跌破了之前的低位就之前那一天的低位所以呢，其实已经是一个穿头破脚的信号然后呢，当时候我也看到NVIDIA 的成交量也是很大的。那除了 NVIDIA 之外，其实有其他的晶片股或者是其他的科技股也是有类似的走势，或者是一些很不正常的走势出现所以我当时候已经是马上在社群里面分享我的看法，然后呢也说到在未来呢，其实整个大盘或者是半导体的行业、科技股等等或者是过去已经是涨了很多很多的股票在未来也可能会有个回调那其实我第一次有这个说法呢，是在3月9号的时候那各位监听的同学可以作证或者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可以加入监听，然后去回看那一天的社群那一天的贴文，你就会看到我是很及时的发了这个 post 提醒大家其实这里好多的网友说overvalued 价值好像是没有那么价格那么高其实这些成长股它的价值是很难估计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算了算 DCF， 我算了算什么什么NVIDIA 的 intrinsic value 是多少钱对这些股票来说，你就说这个人是要不就是 bullshit， 要不就是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根本不知道什么很难估计的。因为这个财务数字的话相对他们整个股价来说是很小的，但是他们值钱的地方不是在现有的财务数字里面所以你要估计他们的真正的价值的话是不是1000块就是这个 overvalued overpriced很难讲对吧NVIDIA 400块就有人说 overpriced， 600块有人想 overpriced， 1000块就有人讲 overpriced， 对吧所以还有一点现在跌到了700多块你说哎呀跌了好多了，对不对？如果我告诉大家回到了年初的时候告诉大家 NVIDIA 回到700多块，你说有这么高吗？ Crazy 嘞，overpriced 了，因为当时只有400多块，400多块的时候有人已经觉得 NVIDIA 是 overpriced 了，是不是所以根本就是无法这个价值投资法在这里不适用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它的价值400多块听 NVIDIA 700多块觉得好贵crazy， 1000块970多块跌到了这个700多块，你觉得哇好惊慌都是700多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下一章可能会讲到，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涨得太多了那为什么涨得太多了会跌呢？有人说战争啦、加息啦，也是只是一个借口，对不对？Of course，加息啦、战争啦，但很多人之前呢涨的时候不卖的，因为这个趋势很强。你用技术分析的话，涨了这么多的话不卖的卖早了就400块下车了，500块下车了，600块下车了，对吧？真正好的一个投资者就是涨的时候不卖的，真正把这个整个 momentum 整个趋势吃掉吃掉了之后什么时候卖呢现在咯，对不对？为什么呢？现在第一个你看这个趋势Rich 给大家一会儿可以讲一讲趋势改掉了。第二个战争啦、加息啦，有这个理由。那有这个理由的时候，这个不明朗的因素多了，对吧？那如果你是300块买的 NVIDIA， 400块买的 NVIDIA， 500块买的 NVIDIA， 600块买的 NVIDIA， 700块买的 NVIDIA，
快点的 take profit 走了，对不对？700块再不走的话，赚的钱全部见掉了，600块啊，还能赚了不少了。所以现在是个 take profit 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啊。那当然这些资金的流动用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就非常好了啊。这里基本分析看不出来的，基本分析你怎么看 NVIDIA 值多少钱啊？基本分析价值投资法做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看技术分析，它这个趋势怎么样，资金在流动还是怎么样啊？所以 Rich 这里啊，技术分析是你的强项了，你讲一下吧。OK。那其实我们看到啊，在第一次看到的是在3月9号啊，当时候出现了就不同的指数或者是这些领导股啊。什么是领导股呢？像是 NVIDIA 或者是 SMCI 这些，在过去啊是跑赢大市很多的，并且是翻倍的在涨啊，领导着这个股市往上涨的一些个股啊，就特别强势吧，这样说。那我们看到那一天其实是出现了第一个很不正常的走势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卖出的信号啊。那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陆陆续续有不同的，是不是下一张还是这张哦，不同的股票啊，像是台积电啊，或者是 AMD 啊这些股票也是跌破了一些很重要的支持，比如说50天线和20天线啊这一些啊。那跌破了这些支持位之后呢，也是会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位置去止损啊，或者是 take profit， 所以呢也会导致了有一些跌势啊。那另外有一些因素，像是刚才齐跑百说过的啊，就是可能过去为什么涨这么多啊，就是这个市场预期未来可能会降好几次的息，并且呢是预期可能6月份就会降息啊，但现在呢这个期望已经是没有了啊，然后呢还有可能会有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啊，那所以呢这个市场的这个看法和立场改变了之后啊，他们也是会有所行动的，而他们的行动呢，就是他们之前可能有买入这些股票的，他们也会套现。所以技术分析我觉得一个好处其实我是更喜欢基本分析的，但技术分析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时候更加的及时，更加的update 这个马上资金的流动、情绪的变动、市场情绪的变动或者资金的流动一跌破某一个位，人家开始恐慌了，或者是要获利了，或者是要止损了，对吧？那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很难去描述那通过技术分析的话就可以有时候大家听到 Rich 讲的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欢迎你来学就是没有学过之前，什么叫50天平均线啦，什么叫出货啦，什么叫成交量怎么看呢，对吧？那通过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些技术分析的指标，我们可以量化不再是说哎呦现在市场好恐惧了，现在市场好亢奋呢，怎么亢奋法，什么恐惧法，有没有数字，对吧？我觉得亢奋，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悲观就问大家了，现在对特斯拉悲观还是亢奋还是怎么样？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对吧？但如果我们说特斯拉现在的 RSI 到了31RSI 31，那就可以量化了，那也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看概率机会率的一个数学化的量化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是这个就是不是他的大粉丝了但是我觉得技术分析也是在这一方面有它的功效当然Rich 那种技术分析要比我用的多很多OK Rich you back to you 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那其实呢就这里呢给大家看到就是我在过去呢 GMT 里面也是有不断的提醒同学们其实我们是要很谨慎，并且呢是要格外的注意的那有 GMT 的同学的话呢，应该会知道我在这一期的GMT 里面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 distribution days 那就会讲到呢，当时候其实已经有出现了一些信号我们看到是对整个大势呢，可能未来会有
调整的可能性啊，并且呢我们是要注意的。那这里呢如果大家如果有 GMT 的同学在的话呢，也可以就应该有印象吧。然后呢下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呢，在3月的17号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看过我们的直播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同学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有问一些很热门的股票当然也包括 NVIDIA， 也包括一些科技的股票CrowdStrike 等等等等那当时候我也说过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当时候还在留恋这些科技股的话呢那当时候我给大家指出的是，这些资金已经开始会寻找一些防御性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当中然后呢，我们也指出了科技股和这些晶片股其实已经开始它的表现已经是弱势的情况出现然后呢在右下角我们就那个直播影片时间27分38秒那里我也说过，当时候呢，其实整个大势都有出现一些信号可能未来会经历一个调整的情况那所以呢为什么今天会跌并不是现在我们才去做这个准备才去就这个叫亡羊补牢，就是这个很神奇3月17号或者3月05号，那通胀的数据还没出来，美联储没有说不降息了，对吧？人家是在猜测美联储6月份就会降息了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伊朗以色列会打伊朗，然后伊朗又打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又打回伊朗，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技术的分析已经能够判断到，所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深奥的玄的问题来思考一下，对吧？到底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在有一个剧本，按照这个剧本在发生其实已经在3月05号、3月17号已经具体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具体的剧本已经好像在说了要发生这件事情了，使到现在的股价会调整了，这还是真的碰巧了当时我们说完之后，真的发生了所以你的意见是什么可以讲一下，对吧？阴谋论的话就是说，其实背后一早就有人想把这个整个资产价格弄下去弄下去了才能再炒上来，对不对？如果永远是往上走的话，那赚钱背后的那些人赚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一定要找个机会把它拉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找理由刚才大家说的加息啦、通胀啦、打仗啦，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在3月05号就看到信号，3月17号就看到信号，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在GMT 里面也有讲到其中一个心理的一个这个叫偏差，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式的一个行为，就是去找理由去解释，其实不用解释，解释的那些理由都是按下这个硬的按上去的，这不用讲理由的话都能猜到不需要理由它都会跌，是这样的OK 好所以呢我们再继续了OK 那当然在我们是有陆续的有update在4月5号的 GMT 里面，我也说到了另外一个下跌的信号当时有看到4个这个指标的追踪的 ETF 也是出现了一个叫做穿头破脚的信号并且呢也是有其他的信号了那简单讲就是在当天我也是再一次的指出这个信号给同学们是应该要比较谨慎的对OK 那所以呢这里呢就让我们介绍一下 GMT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GMT 呢，就是我们每个星期我和Chief Papa包括另外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导师，我们会每个星期去跟各位同学一起去探讨这个市场的趋势，并且呢也会跟大家去探讨一些很强势的领导股10倍股。对，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GMT。因为有些同学有些网友已经在想了 ，GMT 里面不断提示怎么能加入呢？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这个连接不是说大家一进去就要报名，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了解多一点到底 GMT 是什么当然 GMT 里面我们还把很多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通过网上的课程你可以看几次，什么时候看多几次，看明白我也是希望大家是完全学好了不是来拿一个号码，不是来就是Rich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买，而是真正的掌握了我们所用的工具，我们所用的技巧心态。等等使到你也是下一个 Rich 对吧 ？Rich 学的时候才只有10岁，10岁学到现在都有他现在这个2.5:1的这个成绩所以大家也可以修炼所以我们这个范围是很广泛的。我整套这个课程我们几个以前一个团队制作出来之后我其实只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Rich 用了其中另外一部分，所以他的那一部分跟我的那一部分又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进来了之后可以慢慢的学好像进了少林寺的藏经阁慢慢的学，好吧 ？OK， 那当然了，这个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好，当然这个有一个功课来问一下大家你觉得现在我们选股5部曲的话是到了哪一个阶段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其中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台积电业绩不错为什么会跌呢？对不对？Netflix 出来的业绩不错为什么又跌呢？下个星期的话会有好几个公司的业绩出来到底我们要看业绩呢，还是好像业绩做出来之后不错，但是照样是跌那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选股5部曲一个公司的业绩只是第3步整个框架里面第一个影响股票最大的就是牛熊周期，对吧？很多人想听港股，港股现在是在熊市，在熊市里面，你业绩报告出来怎么好它都好像涨一点点，但是一旦不好的话，它会跌很多，这就是牛熊周期所以选股不取第一步影响股票的影响力要比具体的那个公司出来的业绩报告或者它的发展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那我们就这个专注一下我们就先看美股。今天我们就在讲美股，美股你觉得是在牛期的牛1、牛2、牛3，还是熊1、熊2、熊3在哪里当然我们在这个选股5部曲的整个框架里面，我们也有给大家细分的条件去找到底是牛1、牛2还是牛3，熊1、熊2还是熊3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听过熊1、熊2、熊3，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分的话，也可以是之后会参考一下我们的选股5部曲我们是一步一步从第一步牛熊周期到第2步怎么去找这个爆升的板块，第3步怎么去寻找龙头股，第4步什么时候买，第5步什么时候卖，具体的框架都在整套系统里面给大家有了一个所以大家现在先回来这里，特别是有看过我们选股5部曲的同学们网友们，你觉得美股现在在牛1、牛2、牛3，还是在熊1给大家10秒钟时间发表个意见，我们来做个统计，之后我们会讲讲我们的看法，特别是知道了之后有什么重要的这个作用对美股未来的走势的判断有什么一个作用有人说牛3、牛2、牛3牛2都有 OK 那 Rich 你觉得呢？那我们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一些不同周期阶段的一些特性那我们看到很多同学有说到牛3那我们看一下牛3的特性那你在过去的这个周期里边有没有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垃圾股有暴升呢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开始杠杆或者是借钱投机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新跑进去的散户
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或者是你有没有观察到整个大势大众的情绪是在一个非常狂热的阶段呢？好多人现在说熊一啊 ，OK，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是七法法，你也可以说一下你的看法。所以啊，我们知道了现在美股在哪里啊，我们就能判断啊。当然，没有人是100%能确定的啊，这个世界上未来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猜中的机会啊，大大的增加了，对吧？如果是熊一的话，那大家就不要捞底了，因为熊一之后还有熊二，熊二之后还有熊三。大家就不要过早的去捞底了啊，我们应该是继续观望，忍，观望，不要去捞底，对吧？那现在大众有没有在怀疑？我觉得是没有在怀疑，对吧？有没有跌了很急呢？没有跌了很急。有没有再去杠杆呢？没有再去杠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美股在熊一的现在啊，在熊一的这个机会会少一点啊。好，再退一步。在没有进入熊一之前是牛三啊，那牛三的时候，刚才也讲到了嘛，美股是不是什么都涨啊？这个垃圾股都涨，垃圾都涨啊，而且是大家狂热的。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到那里啊。之前涨的其实都是有它的背后有业绩支持的，比如说SMCI 它的业绩报告出来很好啊，比如说 NVIDIA。它现在正好是搭上了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啊，所以 AI 浪潮推动了 NVIDIA、SMCI 这些的业绩啊，它的盈利增长的很快，对吧？所以呢是有一个企业盈利的增长来推动的，而不是说钱太多了啊，乱炒了，因为钱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还在一个量化紧缩的阶段，还在一个加息的阶段，所以不存在热钱过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这样来推算的话，之前的美股也不在牛三啊，所以更加的印证了现在美股跌的话，也不是进入了熊一 ，OK， 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回之前涨得多的背后都是有业绩的，不像 .com 的时候是没有业绩的都乱炒了那之前涨的那些股票，包括涨的比如说 Meta。它的业绩报告出来很好，那就涨了啊。业绩报告出来不太好的包括Apple或者特斯拉，现在在一些销售虽然它的业绩报告还没出来，但是我们事先看到它的销售开始下跌了，它的股价马上反应了，并不是说盲目的来炒作了所以呢，我觉得在美股的话，现在还是在一个企业盈利的推动。影响最大的业绩好了它就涨了，业绩不好了它就跌了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波动，会乐观会悲观，会乐观会悲观这个波动股票不会一直往上涨，也不会往下跌，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虽然大家比较还是乐观的对美股整体来说还是乐观的，对不对？那我们的策略就是 buy low and sell high 了 ，BLASH 就是 buy low and sell high 这就是 Rich 之前一直在带领大家看的用技术指标看的，什么时候在高位的时候卖走了sell high 高估了。对吧？把资金拿回来，等它调整了之后，到了低位的时候又可以 buy low 所以低买高估，低买高估，这是牛二的一个策略了所以大家看到，其实不是盲目的去拍脑袋的。刚才很多人说牛三啦、熊一啦等等那我个人的判断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但也有可能七八是看错了，对不对Rich 你觉得呢那我基本上也是认同的现在是不是一个熊市呢？那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其实还并不能马上去确定毕竟如果我们看 S&P 500，它现在只是跌了，就只是调整5点几并没有调整一个很大的幅度。那如果是从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就起码调整20%或以上才算是踏入了一个牛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是确定或者是定论下定论就是美股在牛二的话，那基本上这是个调整如果是调整的话，
那就在调整到一定的这个位置之后啊，就还是可以buy low and sell high 去低买高估的啊，去捞底的啊。如果是熊一的话，那就等它熊二、熊三过掉了再说了，好吧？有人说到港股啊，说到港股，我觉得港股不是熊三了，我基本上要开一个新的category， 新的叫熊四了，港股在后熊三了，港股已经是过掉熊了，因为这张表没出来，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选股五部曲里面有整个熊三的一个特征，熊三的特征是这个去杠杆。这个拆仓潮啊，被迫的这个 margin call 斩仓盘去杠杆啊，那港股啊、中概股啊，其实这个已经是过掉了啊，所以熊三已经过掉了反弹了，纽一反弹了一下之后又回来了，就是到了一个熊市了啊，所以我觉得so true， 有人说 so true，OK 所以我们插新了那个教科书现在有熊市了，就是港股现在熊市便宜的不得了，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但是就是你要猜它什么时候涨都绝望了，绝望之后的绝望，在绝望之后的绝望所以是熊市 OK 好，有人说想听听我们的这个香港的那个东西那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美股，然后再交给你吧。好，你觉得支持位我们先来看一下 S&P 500，那现在呢，它其实已经是突破了这个下降的轨道。那这个下降的轨道呢，其实是从去年11月一直涨到现在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它跌破了，并且是跌破了50天线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下一个支持的区间呢，大概是在4800左右。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在以前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历史新高那其实在那个区间里面也是会有一个支持位那另外在下面一点呢，大概4600多那里就那个绿色的线其实就是200天线那里呢也是一个潜在的支持位那当然我们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下个星期这个星期开始了，已经是开始这个美股的一些财报季我们也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公司也是出了它的业绩报告比如说台积电。比如说 Netflix 那这些公司虽然它出来业绩报告之后是我们看过是蛮不错的但因为这个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或者是这个市场在调整，整所以他们也是受到了牵连。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就更需要留意了，因为有一些市值很大的公司比如说 Tesla Microsoft Google 这些都算是M7 里面的一些龙头企业他们市值呢也是占比很大的。那如果它未来可能会涨或者是会跌，我们不知道但如果在未来这个波幅呢也是会蛮大的。给大家一个经验的分享了就是在股票市场调整的时候which is now 现在股票市场在调整的时候财报出来好。它不怎么涨一点点，财报出来一不好，它就往下跌好多，一跌就跌好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算是不错的业绩报告出来是 beat expectation 超越市场的预期的结果它还是跌。Netflix 其实也是不错的，结果还是跌，这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大势在调整所以下一次 Tesla 我不太看好 Tesla 可能会跌很多 Microsoft Google 可能就差不多了但是 Tesla 不太好，有可能把整个大势再往下拖的所以这个是风险，大家要看小心点所以 Rich 刚才给大家讲了第一个支持位4800，第二个这个支持位4600，是不是就那个200天线嘛200天线，不一定是4600天线这当然在移动的OK， 这是在现在为止是4600和4800那 Nasdaq 的话就也是那个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框框的那个这个支持的区间
然后同时间也有一个200天线的位置就大概是那个位置。大家留意200天线的移动平均线了如果你200天线的移动平均线都不知道的话，就来学了吧 ，OK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讲到整套的系统我当时是2020年讲了2天的课程把它放在网上的，大家可以把这套等于是做公益课7块钱是这个拿来做一些技术的维护啦，请一些客户服务的成本了其实低过成本的。像雷军那个话，10块钱也是亏本的，那我就亏多点了，7块钱交个朋友吧，对吧？所以这个其实50块也是亏本的，我就7块钱的亏多点，交个朋友吧所以希望我的选股布局也有这个小米的车子这么好大家一起去这个报名了讲笑话之余呢我现在来讲一下这个香港的股票和香港的那个经济好不好？很多人想知道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这个 GMT 的话也可以加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10倍股的课程，我们有新的 update Rich 做了3个新的案例，如果大家之前对 NVIDIA 有希望了解多一点的话 SMCI 了解多一点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第3个股票了解多一点的话包括我之前有2个5个案例，想了解多一点的话，那我们有30天的课程整套框架怎么去找10倍股框架给大家第1堂课是免费的，之后的30天有兴趣再可以这个报名之前的第0课免费的65分钟的免费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链接找到一下，好吧？那好了，我开始讲这个港股和香港的经济了那港股和香港的经济呢，其实是第一件事情是分开的因为香港的股票大多数的股票呢其实是中概股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腾讯啦、阿里巴巴啦、美团啦、小米啦，他们大部分的这个营收和利润呢都是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不在香港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买香港的港股和香港的经济2个是2回事 OK 那当然了，你要买香港的楼跟香港的经济就直接挂钩了 OK 所以我先讲香港的股票，再讲香港的经济香港的股票我个人买的蛮多的，研究的蛮多的，我个人呢现在持有的也蛮多的 OK 那我个人刚才跟 Rich 谈的时候，大家也听到 Rich 是比较time the market 比较喜欢是去这个短线一点time the market， 我是比较喜欢长线的而且我的一个这个 philosophy 哲学，投资的哲学就是我有多余的钱，这个钱呢要好好的投资，对吧？我除了自己做我的事业之外我也有楼我的财富金三角里面有楼有生意，我有几门生意那另外我也是通过股票的投资参与了其他人的生意所以我在做一个股东的话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视野我希望做比如说做雷军的这个股东，我希望做某个这个王兴的股东美团的股东，对吧？那我的视野是比较长远的，我看的是这家公司有没有文化，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领导，有没有市场，它的产品好不好那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现在这个股价合不合理，有没有很吸引的安全边际，有没有打折扣那我在中概股的整体的包括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包括 A 股，包括在香港的股票，我千挑万选了也是找到几个不是太多这个很多人说腾讯能买吗？我没有腾讯，对吧？所以这个千挑万选的时候我觉得腾讯不够好嘞我喜欢的那些呢是比较我觉得性价比较高现在股价打的折扣要高，而且这个公司最好是被市场忽略的或者是误解的错杀的我们昨天的 GMT 有讲过一家我觉得是被市场完全错杀的优秀的公司上个星期也有讲过另外一家公司所以这个
我对香港的股票啊，中概股啊，包括 GMT 同学都知道我的最看好的9个股票是哪9个，对吧？有一个人留言问啊，你的现在最看好的股票什么？在公众的场合我是不公开讲个别股票的，因为怕大家买错了价位，买错了时间但是你要进来 GMT 的话，在一个前提就是你学好了整套基本功之后我的仓位每次都是蛮公开的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大家进来也是第一个要求大家是先学习再去做买卖的 OK。 好，那讲到香港的经济呢我觉得有几样东西要讲的第一个，香港经济现在是很差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这么差呢？这是第二点想讲的香港经济现在差，自己本身的香港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这个占了20%的原因，还有80%的原因跟香港人是无关的这我也要讲一下 OK。 我觉得还是放到刚才那一个OK， 我的样子不要那么大，还是放这个好一点大家要报名还是可以继续报名做广告 OK。 那继续讲言归正传那20%是香港人的犯了错误从香港的政府开始政府也犯了错，香港的市民也有我们的责任这个没做好但是呢80%的原因呢是香港控制不了的同样的，我觉得当年在张国荣、梅艳芳的时代，香港的经济非常辉煌的时候，我们出去觉得我是香港来的 I come from Hong Kong，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也是20%是香港人的努力的确当年的香港人是非常优秀的努力，但是呢同样的80%也是大环境里面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不了解世界香港正好是做了一个门户，能懂英语，带着外国人到中国，带着中国的产品到外国做了中间的贸易做了中间的这个桥梁特别是香港因为还有一些当时的视野，当时的思考这个见解等等等等，包括资金都是比中国大陆的要领先一点，所以跑进去中国内地开厂啦、投资啦当年赚了好多的钱这是当时大环境再碰上20% 的香港人，正好是处在那个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天时和地利占了80%，人和香港人正好在那时候20%加进去，赚了好多钱，所以80年代、90年代赚了好多钱但是呢，97年之后好像香港一直在往下走，现在都比不上新加坡了，比不上深圳了，比不上上海了，对吧？香港人也只占了20%先说说香港，自我检讨一下什么做的这个不好的那第一个呢，我觉得香港在90年代之后，把精力不放在经济的发展了不放在改善生活、做生意、赚钱了，而真的是19年之前有很多的内耗把精力放在其他的一些争吵啦、立法会的争吵啦什么所以整个气氛你的精力放在哪里哪里就会做得好，对吧那我从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中环占中后来变成占领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香港现在已经开始把精力放在追求民主啦其他的地方而不是追求着民生把经济搞好所以这个已经是香港的 GDP 为什么会落后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好，因为香港当时的人的精力没有放在改善经济改善自己的生活那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时的追求的民主理想化很好，对吧？但是实际上你越追求越是得不到，因为你只有得到了这个阿爷的，我们要尊重事实嘛，对不对？你只有得到了阿爷的信任，他可以有限度的给你有点民主，但是你硬抢的话，越是人家对你不信任，又
把你的有限度的民主也是拿回来了结果呢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到了19年整体发生了社会的运动社会的运动里面呢整个香港是分裂了当时有蓝丝黄丝一谈到这个就伤感情，所以788尽量不把政治的观点这个来讨论因为伤感情无谓了，对不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都是香港人或者是华人中国人华人或者是地球人上帝的子女，对不对？任何因为政治的这个理念而争吵的话当时真的是家人都有争吵的也有男朋友女朋友分开的也有，我身边看过好多例子，我觉得是不值得，所以呢我当时就从来不讲政治，就这样但是就是我个人觉得你天天在马路上放火啦争吵啦这个出黑烟啦，对经济的发展肯定会不好，游客肯定不来了，是不是或者是人家游客来了我们赶客人，这个肯定对香港经济也不好，所以香港当时生活在美满的幸福里面太久了不懂得去珍惜，不懂得去争取，结果就是现在香港这个出了名就是到这里东西又贵服务又差，对不对日本Rich 去了日本哇人又好，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人家来了香港又贵服务还不好，对吧？东西可能也好吃，但是又贵服务还不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检讨的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服务业在竞争，人家来香港旅游还是与中国大陆旅游，在跟日本的服务业在竞争，对吧在跟淘宝在竞争那整个世界改变了人家以前来香港带着2个人嘛 Gip 这个2个行李箱来香港买东西，我觉得哇这么辛苦跑来香港买东西不合理了，对不对？现在大陆人都要淘宝了，对吧？来这里拍个照就回去了，吃顿饭感受一下香港的茶餐厅的服务这么差还这么贵，拍个照回去小红书告诉大家一下香港是这么差的，人家是这样来旅游了就走了，所以香港服务差的那几个茶餐厅是特别的人多，就人家进去要拍你这个服务员很差的服务就走了那这个当然对香港的旅游业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太方便了，晚上就走了，跑到深圳才去住酒店了，跑到广州才去住酒店了，对吧不在香港过夜了还有一个呢那讲到政府了我觉得政府呢当然要发展艺术啦，追求这个文化啦不能说它错但是如果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人家为什么新加坡经济发展了比香港多了这么好多了抛远了香港，对吧？深圳也发展这么好，你看看人家发展什么，人家是发展Marina Bay Casino 香港是发展 M Plus Museum 这个先说这个叫什么艺术馆啦什么博物馆啦没钱赚的，对不对？你那个新加坡的 Marina Bay 这个赌场是有钱赚的，你要做一点有钱赚的东西，是不是你把这块地不拿来发展这个shopping mall， 来把去发展这个花了好多的钱去发展博物馆就是这个香港政府也在这个不赚钱还有香港政府的立法会议员多了多少这个区议院议院多了多少司长局长多了多少香港的司长局长立法会议院的这个成本是比美国总统的人工资还要高对不对？这个政府的开支多了哪里来好了，香港政府笨得要命，抄牌你以前放在马路边吃个饭再出来，现在放在马路边20分钟抄牌了，抄了牌人家还有心情消费吗？不消费了，对不对？罚单了抄牌就罚单了这个交通罚单，对不对我不消费了，我跑去这个大陆玩了，对不对？还不用是开车子。好了香港刚才他说了夜缤纷，为什么夜缤纷没有人去人家都不想开车了，
晚上都不出街了，所以晚上到9点钟，香港现在的生活很健康啊，9点钟没有夜生活了，对不对？跑来香港，9点钟没有夜生活了，我住在西贡夜市，9点钟没有餐馆了，7点钟都没有餐馆了，不开了 ，OK 啊，那当然。19年是一个这个转折点了，好多人上了街啦，上了街那些快点跑了，对吧？不跑被政府抓过去，说你什么暴动了啊？那他走的时候也不会告诉你，因为我19年上了马路了，参与了暴动，现在要走了，肯定是说香港的民主完蛋了，23条了，国安法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国安法了23条了也是被西方的传媒报道之后，人家很怕了，哦哟，香港现在是不是没有自由啦，没有什么啦？其实也不是，我住在香港觉得蛮安全的，OK 的，对不对？没有说我什么时候国安法了23条了，你不去分裂，你不去搞煽动分裂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奴才的幸福感对不起我就是奴才就是这样同样的这个每个人的选择嘛，对不对？这个我就觉得就是大家看了其他的 YouTuber 太多了，香港哇，这个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处在就讲到了80%了，80%的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对不对？80%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中国跟美国在战争，对吧？在这个对立，在搞斗争，对吧？美国要搞，肯定要其中一个搞的是香港，对吧？香港19年没搞成功，他从97年开始铺垫，14年开始发功，到19年没搞成功，心里就不爽了，对不对？这个奇耻大辱了，对吧？所以呢，他把香港归在跟中国一起的打压。香港本来吃的是国际饭，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变成了中国的金融中心没有了国际。这是受着美国和英国也不爽了，本来是我的干儿子，现在回到你那里还要这个，对吧？所以也不爽所以呢没有了这个美国、英国或者是西方的资金之后这个就香港肯定会损失了一大批的收入的来源所以香港以前的经济的支柱第一个贸易，现在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都在脱钩，也在打贸易战香港这个贸易肯定受影响。第二个旅游，刚才有讲过欧美的人还没有回来都是感觉到回来这里会不会有国安法了，被抓了，对不对？不回来了那中国大陆的人来，他的消费习惯改变了，现在是打个卡就走了所以这个经济这个第二个支柱旅游业也受了影响。第三个这影响的是房地产，对吧？房地产最近美国加息了，香港的经济不好了再说之前的政府的什么辣招啦，什么好多的东西把房地产搞死了，对吧？所以房地产也搞死了那还有什么金融中心了，第四个就是金融中心了，对吧？那香港的这个股票市场是熊市了4年的熊市，5年的熊市，从19年开始到现在，股票市场一直不好了，所以香港4个经济支柱全部完蛋，剩下来还有什么？香港人现在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拍戏都在中国内地拍了，不在香港拍了，都在吃老本，吃老本还有这样本地人消费还要跑去深圳去消费，去 Sam's Club 买东西我们也在淘宝买东西，所以香港的消费又少了一部分，我们本地人都在淘宝买东西下来，或者跑去中国旅游了，跑去日本吃喝玩乐了，回到香港的时候要减肥了，要 fasting 要轻断食了，对吧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现在本地唯一最好的工作就公务员了你做了政府的公务员薪高粮准准时可以下班那整个社会就少了动力了所以很不幸就是这样 OK 那所以呢整个我觉得80%就是第一个中美
中美的关系，香港夹在中间。第二个，市场改变了，人家现在淘宝了，不来香港买首饰了，是淘宝了包括中国人的消费口味也改变了，现在的人不再那么追求买一个劳力士的，而是追求一些打个卡啦，体验一下香港的文化啦就走了所以呢整体来说19年是社会动乱然后是3年的新冠疫情，现在香港还有一个很伤的是加息，美国的高息那我们知道香港好多的公司房地产发展的支柱，对吧？借了钱香港人楼很贵，供楼供了很贵所以到最后一个香港人控制不了的，以前是帮了香港的，现在变成了香港的一个紧箍咒，就是联系汇率我是支持有联系汇率的，但是联系汇率是把香港卡死了联系汇率我也感觉不到短期内会走，所以这个联系汇率会继续的拖着香港的这个紧箍咒拖着香港死为什么？那你看如果经济能调整的话，香港经济不好啦应该工资要便宜一点啦，应该租金要便宜一点啦，那香港就自然有了竞争能力了，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香港一出去看，哇，日本东西好便宜深圳东西好便宜哪里东西好便宜就是因为香港的港元跟美元挂钩了，美元涨上去，香港也跟着涨上去，香港真的涨上去，我们出去旅游感觉人家东西好便宜，人家一到香港说香港东西又贵服务又差，对不对？东西又贵，服务又差，就是因为联系汇率港元很贵，所以我们的房子还是很贵，对不对？你房子不可能跌一半就是因为所以这个联系汇率从83年、84年开始到现在正好是多少年？40年，40年，你一个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偏离了美国了，对不对？香港经济跟美国经济40年不可能捆绑在一起，同样的发展的，也就是说，香港的港元根本是 artificially 人为的不合理那人为的不合理是太贵还是太便宜呢？香港现在经济这么差，人家都感觉香港东西这么贵，也就是说港元是太高了如果今天香港是自由汇率的话，可能贬值2/3。那现在1块人民币兑4块港元，我们还去不去深圳消费？大家可以讲一下。如果今天是1块人民币兑4块港元，我们不去深圳消费了，大陆的人来不来香港消费？来了。其他的地方的人来不来香港消费？如果今天的香港东西比台湾要便宜，香港经济差嘛，应该要东西便宜嘛，对不对？经济差就是要便宜，日本就便宜啦。日本经济差了30年，东西就便宜了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东西很贵对不对？现在我们去感觉到日本很便宜了，那香港经济很差，香港东西应该要便宜为什么不便宜？就是因为联系汇率了，是不是如果今天香港的汇率跌下来了，跟台币一样的那个价值了，你来这里花台币可以等于是花港币等于花台币了，大家都来香港了，是不是那香港不就搞好了吗？对不对但是联系汇率不会改中美关系不会改，所以香港未来也是这样所以不要买楼就这样 OK 那 OK 所以呢我觉得香港现在如果有香港的朋友的话，香港现在赚钱真的很难，唯有靠股票帮补一下。通过股票我们可以参与了中概股，中国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对不对？我做不了美团，我可以买一点美团的股票；我做不了小米，我可以买点小米股票不是介绍这2只股票我举个例子我可以买一点 Nvidia， 我可以买一点 Netflix， 我可以买一点 SMCI， 对不对？我可以买一点台积电我要靠自己在香港做生意，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都觉得香港赚钱真的好难对不对？打工的你老板赚不到钱，你打工的也难，对吧？所以香港人快点加入 GMT， 在全世界包括现在我觉得香港唯一一个好的就是香港的股票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要找香港的股票或者中概股的话，七八八这个是有自信的要把香港这个七八八的香港的这个服务业出口出去，赚点外汇给香港经济帮补一点。所以大家来参加 GMT 的话，不光是支持了七八八，也支持了香港的经济哦。我们香港现在的经济真的需要全世界来帮助一下哦。OK， 开玩笑之余也是真的为什么七八八不走？我觉得香港对我不错了这个治安很好，香港的人也很好，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香港的地方所以也希望作为一个香港的小市民出一份力通过我的我的公司我的服务，也是帮香港一小部分人有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出去消费的时候也帮助了香港的经济，是这样所以也是我还是觉得我是香港人啦，全世界我以香港为家，就这样，我可以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我要去马来西亚 second home 移民也可以，我去台湾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我在香港带领大家来香港这个股票市场里面真的是很多保障，这我觉得是我对全世界通过学习股票之后，在香港的或者中概股的这些公司里面，大家看到真相，不要被传媒，特别是西方的传媒所误导现在香港为什么有机会，中概股为什么有机会？因为我们看的信息是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西方的传媒里面普遍的，像香港像七八八的，我觉得我是亲共了奶共了，对不对？我不需要亲共，我不需要奶共，对不对？但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是亲共奶共？就是因为其他的社交媒体，在西方的社交媒体普遍对中国是比较我觉得是过度的悲观，过度的看不好或者是主观的希望这个共产党会倒闭了，对不对？这个主观的意愿不喜欢共产党了，在 Facebook 在这个YouTube 里面很多所以呢很容易把这个中概股抛售了悲观了23条了，国安法了，还有希望吧，对吧？同样的，相反来说，真正对中国大陆企业熟悉的又出不来，资金出不来种种的原因出不来，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断层能买的人现在抛售，所以香港的股票为什么跌了这么长的熊市，就是因为在抛售以前买的人现在都看了这些社交媒体对香港特别的悲观，在抛售香港完蛋了，对不对？我听了100遍了，对不对？香港完蛋了听到我都好像就快要相信了，香港完蛋了，对吧？香港不会完蛋，但是也是比较一定有艰难的这个日子要挑战要克服，这肯定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大陆的竞争能力是很强的这个我们跟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大陆的人去抢饭碗是抢不过的，完全抢不过的，对吧 ？When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这个耶伦跑去大陆所讲的是什么？你们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你们不要做这么多的工作了。That's what she's telling。他是真正的话，就是说你们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是不是那我觉得也真的要留点饭给台湾日本美国香港吃中国大陆的人太厉害了但是同样的中国大陆经济没有什么台湾的学者讲的这么差劲了。台湾这个经济学家当然有主观的意愿，对不对？希望这个这个我只能这样讲。对吧？我是中国大陆跑出来的，我的上一代被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外公外婆被共产党压迫过的文化大革命我跑出来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帮共产党讲好话？是不是所以我是中立的OK， 我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前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放下过去，客观的看现在，看未来，看现在。为什么美国要制裁中国因为中国太厉害了，不制裁他，美国保不了第一位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对不对？为什么这个
难道现在的共产党比以前专制吗？以前也专制的，对不对？为什么尼克松跑去毛泽东那时候的共产党跟他友好？因为那时候中国不强啊，对不对？所以他觉得不是一个威胁啊，是不是啊？我们要考虑一下，为什么现在美国就是针对的共产党来讲，这个不好，那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不对？为什么以前不讲？难道毛泽东的时候比现在民主吗？难道毛泽东的时候，那时候人民的那个自由比现在多吗？不是的，对不对？难道我们喜欢是这个15年前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的现象多吗？20年前去深圳，我的所有公司的人都被人家抢劫过，只有我没有抢劫过。现在到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小偷、强盗，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客观的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改变、改善，是这样啊，就这样，对吧？当然了，他们也有他们有他们的我不喜欢的东西了啊，就是这样，就这样，言论自由嘛，对不对？啊，他们对台湾要尊重一点，他们对日本也要放下过去，对日本要这个认识日本的真正的友善和平那一方面，这个中国大陆的戏拍出来，哇，国民党了，哇，日本人太差了，对吧？所以现在报应啊，全世界这样对中国大陆，因为他也是这样对日本了，对台湾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讲多了啊，平时其他不讲了，多多包涵，有得罪的地方哦，什么黄丝啦、蓝丝啦、绿营啦、蓝营啦，得罪的地方多多包涵了啊。那最主要还是一点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怎么能够把自己主观的意见放下，看到客观的事实，来做个判断。现在这个股票是不是 overprice 太高了，是不是太低了？未来会怎么样，对吧？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能够便宜的买到优秀的股票，那就不要被煽动了哦，中国完蛋了，什么抖音要把美团吃掉了。我们要看到真相，而不是幻想了、假象了、表象啊。所以投资到最终长远来说的话，一定是越能看到真相，越能在人家的假象、幻想和表象里面去寻找机会。这个钱是最容易赚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对吧？股票市场赚的钱不需要客户服务，不需要找客户，每天开了市就有人在股票市场里面输掉钱，在股票市场里面输掉钱，你把一部分拿到自己的口袋里来，不需要客户服务吧？不需要去写一个 thank you note 吧？你赚了钱就是你的，对不对？那首先不要输钱。第二，跟七爸爸学，把人家输掉的冤枉钱赚到自己的口袋来。Rich 这么年轻都可以通过股票这个有这么好的成绩，对不对？又结婚了，又下一步要成家立业了，是不是啊？能学的能学的。OK 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机会，难得的机会。股票，5年前能1/5的价格、1/3的价格买到这么优秀的公司吗？对吧？最怕就是有钱，但是股票很贵，就这样。OK， 当然了，贵的时候可以贵买，更贵的卖，像 Rich 做的很好，NVIDIA 这个 SMCI 贵的买翻了3倍再更贵的卖走，对不对？两个都可以，你可以贵的买，更贵的卖走，你可以很便宜的买。人家买不买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做了那家公司的老板，我可以用1/3的成本做了那家公司的老板 ，Why not？ 现在香港的股票很多都是 price to book 0.5 0.4 0.3 0.1我可以用1折的价格人家的成本价还不是溢价，成本价我打个1折入股，太美好了，对不对？不涨I don't care， I don't care， 对不对？本来就是投资股票要闲钱，不是等着开放的钱就不要买股票，等着开放钱就跟 Rich 出去炒一下，短炒一下赚点钱不等钱用的钱就跟七爸爸长线投资所以短线投资找 Rich， 长线投资找七爸爸在这里短线长线
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线。OK， 哇，OK， 我讲完好多了Rich 有没有补充啊？没有。没有。OK， 好希望大家今天随便交流一下。其实爸爸很喜欢讲历史啦，讲宗教啦，讲其他东西但是这些人家不感兴趣，对不对？讲宗教，讲历史都有我的见解我看历史也是大多数的历史书都是胡扯，大多数的宗教都有我的见解当然每个人一讲到宗教也有每个人的自己的信仰，我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这是真的OK， 好，最终还是希望祝福大家我觉得通过学习把自己提升了，赚到钱是一件事情，把自己提升之后有更好的眼界，跟家里人的沟通啦，跟旁边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身边的人啦，这个人生就美满了，对不对钱也够用了旁边也好像对社会有点贡献了大家进来GMT 也是对香港香港现在好苦对香港的经济也有点贡献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是全世界的团队，也有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也有台湾我们也有台湾的团队对，还有大陆的团队所以呢这个你将来加入了 GMT 对这些团队这些地方都有贡献最终还是希望世界和平了，每个人都丰盛了，每个人都成长了OK， 好，香港欢迎你，我已经在香港了其他的同学来香港感受一下香港的东西又贵，服务又差，打个卡，点个赞，告诉大家在这里香港茶餐厅哇，再不来以后就看不到了，香港以后的服务业改进了就看不到了，要快点来香港感受一下了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没有的话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